家猜猜我通过视频每天能赚多少钱呢？每天都有收入。终于到我的 Airbnb 了，其实好狼狈的拖着一大堆东西，从车上搬下来，然后幸好这个 Airbnb 它是有电梯的。这就是我的小房间，到处看，好，厨房，开灯看一下。不过也没时间，我不可能会去做饭什么的。有些茶，这小厨房还挺漂亮的。这里有一个小露台，我每次都很喜欢订这种有小露台的房间。但是不开了，太暴力了，对不起。哇，这是一个超级大的露台哎！哇，刚才研究了一下，原来露台的这些小灯泡是可以开的，还蛮浪漫的嘛。明天早上出来看看日出，如果醒得来的话。现在回房间睡觉了。早上好，起床了。昨天晚上很晚才睡，好伤心。虽然昨天去那个餐厅真的是非常漂亮，然后虽然东西不好吃，但是真的很漂亮。但是呢，回来后很伤心的发现，拍的片子居然基本上都不太能用，因为质量太差，噪点很大。就是它的那个 ISO 调到5000多，所以都是很模糊，气死我了。可能是这台新相机还没摸索好怎么样去使用它。给大家看看我这次出行，这一大堆是游泳要用的东西。电脑是必带的，因为拍了很多素材要及时导入到电脑里面，不然 SD 卡满了以后就没办法再拍了。我其实每次出来带一大堆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是拍的挺开心的，因为这毕竟也是自己的一个爱好嘛。但是以做自媒体为目的去拍的话，其实拍到现在也2年多了。虽然说出来旅游拍视频拍照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了，但是当初把视频上传到 YouTube 然后去剪辑各种制作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要做自媒体嘛。可是就是做了2年多了吧，从开始到现在就是渐渐的热情也会在减退，主要是做了这么久并没有任何起色。所以今天就跟我一起游览 Lecce， 然后一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自媒体2年多以来的心路历程吧。来到 Lecce 这个小镇，它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一个很漂亮的巴洛克小镇，停车也是非常困难。就是这里注意的是，如果地上的是白线的话，就是可以免费停；如果是黄线的话呢，就是要就是残疾人停的。蓝线的话就是要付费的，一般有白线的那些都被停满了，就很难找，除非你很早出来。哇，才发现 Lecce 这个地方原来是意大利南部最重要的艺术之城哦，就是它最著名的就是有很多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你看这些小街道还有阳台都非常别致。其实像这样子的意大利小镇还是挺多，因为可能我去的太多了，所以就没感觉这个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没有声音啊？有没有声音呢？有没有声音呢？根本就不知道。类似这样的事情偶尔也会发生，就是刚才录了很多段都是讲述自己做自媒体的一些心得了，但是呢，因为设备的一个小设置问题，导致音频没有录上。现
谈谈我觉得做自媒体最难的几点吧。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去执行它了，有很多人都是有想过要做自媒体，但是呢，第一步就是先要把东西给拍出来，拍出来以后还要上传到网上，就是踏出这第一步其实也不简单，因为拍视频还有照片记录旅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兴趣爱好嘛，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不难。那就来到第二点了。我觉得做自媒体其实是很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口才的，还有面对镜头表达的能力。就这个说起来好像是挺简单，但是我认为真的是特别难。虽然我本身并不是一个有口吃或者什么语言障碍的人，但是我觉得在镜头面前表达还是挺难的，就是很难把一句话通通顺顺的说完整了。就为什么会这样子？真的，我发现特别难。虽然说平时自己发个小视频啊、朋友圈什么的，说话也还算流利，但是因为做自媒体，想要把更好一点的东西呈现给观众，就心里可能会有一点负担吧，所以就造成了说话嘴瓢。就是做了自媒体以后才发现，那些能在视频里面一镜到底，把一句话给说完整、说清楚了的媒体人的博主是有多么的厉害。反正我是做不到这一点。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视频都是可能我剪辑了一下，就是把中间停顿啊，还有说错的那些部分剪掉，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可以看得出来嘛，就是剪掉的部分。因为我知道自己面对镜头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所以有很多视频都是后期配音上去的。但是配音上去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缺少了现场感，就没有了那种有机还有随意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自媒体的魅力就是很多普通人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通过视频的方式传播出去嘛。如果是经过后期配音的话，就缺少了很多乐趣，就没有了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就比较刻意生硬一点了。然后我接下来就要谈到第三个我觉得比较难的点，就是需要克服尴尬。就是我现在在公共场合拍视频，大家看在视频里面看着可能会比较自然，但其实迎面走过来有很多人都会看我，有一些会投来一些奇异的目光了。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也是会感到比较尴尬吧，但对于我来说我完全不会尴尬，我甚至可以在大庭广众跳舞啊干嘛的，也不会怯场什么的，但是我肯定会注意不要影响到别人了。像教堂里面啊什么的，我一般都不会去拍。另外有一个很搞笑，就是我没有用麦克风嘛，所以拍摄设备和我的距离其实是可能有1米到半米，所以我会刻意的提高一些音量，当然也是在不影响到别人的前提下提高音量了。对于想做自媒体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克服尴尬这一点倒比较好解决。其实尤其是在欧洲，我感觉大部分人看到你自拍，他们都是投以善意的目光的。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西欧、北欧就越发达的国家，对镜头越是比较敏感，那你尽量不要拍到别人的正脸啊，这个是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但是你自拍的话，大部分人还是挺友好的，他们都虽然会看你，也可能会笑你，但是是友善的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然后第4点我觉得比较难的其实就是剪辑视频。像我一般出来玩拍摄的素材都是非常多的，可能一天就能拍个70-80 G 的素材，然后回去剪辑的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剪辑视频这个事情吧，我觉得对视力的损害还是挺大的。就例如我从上传第1支影片到现在也有2年多了，我就明显感觉我的视力是
急剧下降，反正就比之前是差很多。这跟长时间集中精力盯着屏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除了视力以外吧，我觉得对心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损耗。因为剪辑视频这个事情吧，它并不是说你埋头苦干花时间就能出结果的。我认为还是需要一定的创意、一定的灵感，还有一定的审美。还有一定的剪辑技巧，所以是需要花费很多的心力、心思去创作一个视频的。对于全职做自媒体的人来说，可能还好一点。就像我们这种，其实还是要顾虑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所以，如果要把全部的心力都花费在剪辑视频这个事情上，有可能会对自己的本职工作造成影响。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好好的去平衡它的。其实我也会看一些比较成功的博主他们的作品吧，反正我总结出来了几个他们成功的原因。口才其实不一定每个人都很好，有一些其实也是挺口齿不清但是还是要综合来看吧。有一些口齿不清，但是他们长得很漂亮；有一些口才很好，可能他们外形啊各方面就没那么优秀。我觉得是看一个整体的。但是我认为做 vlog 的博主呢，其实设备啊它并不需要那么高级。因为我看有很多很成功的博主，他们的画质啊还有剪辑技巧并没有那么的出众。为什么他们比较吸引人呢？我认为他们在视频里所呈现的东西都是普罗大众比较难接触到的，或者是非常想要得到的那样一种生活。就是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节了，是大家比较向往的，就是他们可以给观众造一个梦了。暂时就想到这么多了。反正做自媒体，也有很多人放弃。大家能看到的那些成功案例都是幸存者偏差，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做不成的。因为自媒体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就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做，但是要做得好的话，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就有很多人鼓吹说，哎呀，要开始拍视频呢，做自媒体啊，有收入啊，如何如何。那就以我来说，我觉得我做的算是比较认真了，至少肯定是有用心。大家看我的视频应该能看得出来我是有用心去做。但是做了2年多，上传了50多个视频，我基本上是没有赚到钱的。虽然说我的 YouTube 里现在已经有1000多个粉丝，达到了创收的最低要求。创收是需要1000个粉丝嘛，所以我失败之中也有一点点成功。反正现在算是有收入了，每天都有收入哦。大家猜猜我通过视频每天能赚多少钱呢？其实就是每天大概6、7毛美金吧，这连1美金都不到。但是也比没有好嘛，算是稍向左转，算是一个鼓励了，我觉得。另外除了 YouTube 以外，我还有在西瓜视频、抖音还有哔哩哔哩也有上传，但是基本上是没有粉丝了。播放量一般也就是2位数，偶尔抖音偶尔有一个点赞，一看原来是我妈点的。然后西瓜视频有时候会有1、2个人点赞吧，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你普通发个朋友圈点赞也不止那1、2个啊。因为门槛比较低，前期所需要的投入也不算高，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要尝试，就导致这个赛道其实是非常拥挤的，对，竞争也很激烈。如果是早一点去做的话，成功的几率还是比较高。但可是现在的话，真的很难很难，因为就例如像我做 vlog 嘛，网上同质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哇，好漂亮这个小教堂！而且我认为如果要把自媒体当成一个事业去做的话，
还是要每次拍摄之前都要写脚本、写剧本。我现在开始自己拍片我才发现，就是你网上看到的那些好像是很自然，好像是很随机的那些 vlog， 大部分都是需要靠演的。就是如果像我拍的那些视频，就真是很真实，所以就很无聊。要有一些戏剧性，然后制造一些冲突感，这样子才能吸引观众。而且有很多有意思的，而且就是像我在旅途里面，其实也的确是会碰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就根本来不及拍，它就转瞬即逝了。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做自媒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但是我觉得做个2-3年还没有起色的话，就其实也代表了你就不适合这个行业。也不一定说要放弃，但是可以转换一些思路，做一下其他的尝试。就例如我现在分享失败经历，也算是一个其他的尝试吧。向西方向，找一个海边悬崖去坐一坐，然后接着聊我做自媒体失败的经历。